终于不用忍受大黑边了。Watch X2这一代的颜值要比上一代高太多了。这次我选择的主打颜色是前方蔚蓝，不为别的，就为了更高的辨识度，而且屏幕加了一圈蓝白相间的装饰条，在视觉上看屏幕的黑边会更小一些，是不是跟隔壁的 GT5蓝色那款很像？只是 X2做的更细一些，跟自家的 X1相比，你觉得哪个设计更好看呢？前方蔚蓝的配色跟我这个海阔天空的手机配色还是很般配的。这次3款配色都采用了钛金属表圈加不锈钢的机身。前方蔚蓝这一款的表圈是蓝色的一个装饰，官方在拍摄图片的时候颜色看起来很深，但实际随着光照不同，给你的感觉也会不同。在户外光照的情况下，颜色会偏向深蓝一些，但是在室内看又会偏向浅蓝一些，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掉色，这个还有待检验。蓝宝石镜面耐刮耐磨这些废话我就不讲了。这次屏幕做了一些升级，这次换上了 LTPO， 理论上息屏显示的效果会更好一些，亮度也有一定的提升，在我们日常的使用下只有1000尼特。至于宣传界面上写的2200尼特，请看下面这一行小字，在晴天下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但息屏显示在阳光下基本完全不可见。现在我们在一个晴天的户外，我们可以看到常亮跟息屏显示是这个样子的。在息屏显示下，在一个阴影部分，我们勉强能看到一个显示的一个表盘，但是我们走到阳光底下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可以看到基本上就看不到这个息屏显示的一个表盘。那我们看一下它常亮的一个样子，常亮的话是能在户外看得很清楚的。黑边进一步收窄，即便是你选择大墨银月配色，黑边也不会像一代这么显眼。表冠不再是一个装饰屏，这次是可以旋转操控，终于改回去了。这一代也加入了60秒的体检，下边的功能按键也做了升级。这次 X2 终于是支持了 ECG 心电图。表带采用的是皮质跟氟橡胶拼接的工艺，兼顾了美观跟耐用。转到背部，依旧是采用8+16通道的传感器，塑料后盖，触点式充电。我想问一下 OPPO， 无线充电就这么难做吗？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部，用的还是高通在2022年发布的骁龙 W5 芯片。高通这几年的摆烂，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安卓智能手表的性能一直在原地踏步。OPPO 还是太可惜了。这次从一代的 BES2700换上了 BES2800BP， 这块基于6纳米工艺制造的芯片显著提升了能效比。之前的 BES2700用的是12纳米的工艺，定位芯片也换上了与 Apple Watch Ultra 同款的一个双屏芯片，定位的精度有了不少的提升。手表也能下载百度地图或者是高德地图进行手表导航，在骑行的时候会方便不少，不用掏出手机看自己有没有走错路。电池方面，这次吃上了硅碳负极技术的冰川电池。按照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在全自的模式下4天1充吧，谈不上有多优秀，但是比隔壁家的 Apple Watch 还有三星的一个手表来说，真的好太多了。在长续航模式下，顶1个礼拜也不是成问题，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电量的焦虑。手表充电从0到100%用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上一代有所提升。eSIM 这些功能，手表接打电话这些我就不谈了，没什么新鲜感。这些功能其实老早就有了，但是这次比较有意思的还是新出的上网服务功能。本来我稿件一早就写好了，但是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又得被迫改稿。原本是写了几百字想夸一下 OPPO 的，可是手表上市2天功能就没有了。我们在 OPPO 的宣传界面上也看到这个功能被删除掉，只能说这个问题背后牵扯的太多了，演变到最后只能是 Watch X2 这款产品名誉扫地，同时背刺了首发用户。不管怎么说，责任主要在 OPPO。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OPPO 官方客服是怎么说的。你好，这边 OPPO 的客服经理，有收到咱们这边反馈关于这个手表上网服务这一块的一个问题是吗？对啊。好的，这个确实非常抱歉哈，先生，因为目前也是因为运商业务调整有原因嘛，然后导致这个上网，独立上网这一块套餐的话入口关闭了的。目前我们也做了内部沟通嘛，咱们这边保留使用的话，我们可以给您赠送一个蓝牙耳机以及手表的1年的一个延长保障服务，您看这样可以吗？1年的延长保是吧？对，是的。耳机是什么耳机啊？耳机的话是我们 OPPO Enco L3的一款的。
给用户的补偿方案就是一副 Air 3的耳机加1年的延长保，加上首发用户本来就送耳机、意外保跟表带。我查阅了官方意外保跟延长保都是169块人民币，两个加起来就是338人民币。另外2副耳机跟表带加起来顶多300块吧。虽然这个功能我也不用，但是少了总感觉挺膈应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功能而购买的这款手表。我们回到独立上网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手表可以绕开 eSIM 实现独立上网，不受限于当地的运营商限制。毕竟现在你开通 eSIM 还得看当地的运营商，这个独立上网功能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痛点吧。在 OPPO 健康这个 APP 里面可以开启云通知这个功能，当你的手表断开蓝牙，能通过网络同步手机通知到手表里面。加上 OPPO 手表有独立微信这个功能，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逆天。现如今智能手表的主要功能就是围绕着运动健康展开的，这次 Watch X2 也加入了 Watch 4 Pro 的60秒体检，通过传感器以及一系列的算法可以做到无感高血压评估。由于这次加上了 ECG 心电图跟 PPG 光电容积脉搏波传感器，配合着算法可以评估血管弹性，光温检测也补上了，在佩戴7天后会给出一条温度的基线，但是不能具体测出温度的数值。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上，现阶段的我没有办法以一个能够数据量化的方式告诉你这款手表到底准不准确。从我个人使用感受来看，睡眠监测算法还是有一些问题。有时候我坐着或者是躺着看电视，手表会记录为0星小睡。手表的定位功能还是比较准确的。我去爬过一小段的白云山，整个过程也没有发生定位漂移的一个状况。在山上我还用了 X7 Ultra 拍了一个打卡机位。说到拍照，我作为摄影，手表有个比较常用的功能就是遥控拍照。这看似很普通的功能，其实一点都不简单。首先就要求搭配同品牌的手机才能够使用。连接其他品牌的手机，有些是能够遥控，但是不能监看。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台手机，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手表的一个遥控拍照，就能实时看到上面的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它的延时还是比较低的，不会说非常高的一个延时。但是有个问题啊，它这个只能作为一个监看。你看它这个表冠，我们旋转的时候是不能调节一个焦段的。而且我们触摸屏幕也没有实现一个触屏的一个对焦，就是你在手表上是不可以选择对焦点的。那我们只能做的就是拍照，我们点一下拍照，而且它这个显示的框，由于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表盘，所以它整个显示面积也不是非常全。你可以看到边边这里是被盖住的，它也没有进行一个缩小的一个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个一个长方形的比例，在这个手表里面只能显示大概中心80%左右的一个位置吧，所以说它的显示面积也不是很全。所以如果你要人去拍照的话，你最好还是站在中间。我的屏幕监看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构图，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都很实用。但是现阶段的 X2 遥控拍照还是做得很一般，不能像 Apple Watch 那样通过旋转表冠进行调整焦段。希望未来可以通过 OTA 更新完善。这一代你的表冠都能旋转了，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手势操控这个功能也很实用，像接打电话这种还是比较方便的。表盘设计的审美还是很在线的。表盘商店里面有很多好看的表盘，而且大多数都是免费的，这一点给好评。手表初始的这个主题就挺好看的，只是能够做到扫描。旋转表冠也有连贯的动画效果，不过我老感觉有那么一丁点轻微的掉帧，感觉还是 W5 芯片的锅。同为安卓智能手表的三星 Watch 7 Ultra 里面的自研芯片，在跑分上就要比 W5 要高上不少。如果 X2 能用上更好的芯片，或许动画效果能做得更好。作为智能手表，肯定离不开丰富的应用，不过说实话，安卓手表的生态还是一言难尽。打开应用商店，我也没有几个很感兴趣的应用。这次 OPPO 还搞了一个万善浏览器，怎么说呢，有点难评吧，就是图一乐的功能。这个 QQ 手表版我要吐槽一下，连适配都做不好。这些年手表也加入了车钥匙功能， OPPO 能够支持的车企还是很多的。我在这里打出来看看有没有适配你的车企。假如语音助手未来能够接入类似 DeepSeek 的大模型，可能会开启智能手表下一个纪元。在我截稿前 ，OPPO 已经有很多款手机能够调用满血的 DeepSeek，所以我十分期待手表也能接入 DeepSeek，成为真正的 AI 智能手表。
OPPO 这个手表 APP 做的其实还不够完善，真的是太简洁了，有时候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很多设置都要到手表里面进行设置。总体来说 ，OPPO Watch X2 算是一款正常迭代的产品，补足了一代的部分短板，延迟方面也算合格。在智能手表领域，能够选择的其实也就那么几款。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一代的手表的，可惜在首发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导致口碑直接不该。未来估计也不会重新上架这个功能。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热度应该已经下去了。Watch X2 现阶段依旧是国内综合体验最好的一个智能手表，但是距离 Apple Watch 的体验还是差太远了。或许这也是它没敢自称 All Watch 的原因。如果你不在乎这个60秒的体检，现在购买一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说，如果你不喜欢圆表，也可以看一下方表的 Watch 4 Pro。虽然这个表发布的时间比较久了，但是整体的质感我感觉比 X2 还要好。不在乎更多的应用生态，或许可以看一下隔壁家的大号手环。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做的还不错的话，可以给我点个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